我自己的父辈他们就是一个农民，然后他们在我小的时候他们进城务工了，我们在广东也生活很多年，然后他们从农民然后进阶成农民工，然后再将我供养长大，然后结果我不在城市里面待，我又回到村里面又来当农民，我也不太好意思，当时会跟我同学去提及吧。然后后来的话，我就是慢慢的思想上面有点转变吧，就是包括我们政府啊附近的一些像妇联啊这一块，他们都很支持我们嘛，越做越有劲。我叫高豪杰，然后是一名00后返乡创业的新农人，目前在养牛的行业耕耘。我是一个奶奶带大的孩子，那我奶奶她当年就是回来我们老家了。高中毕业那年呢，然后在填志愿的时候，我就想着说把志愿填回到我们安徽老家这边来。最后一年，然后有一个大学生互联网上面的一个竞赛，然后也就参加了。参加了之后呢，跟我们学长跟学弟他们呢，就共同策划了一个商业计划书，叫《向往的土地》。我就觉得这个策划案既然这么好，我们当时也费了这么多心机在里边，想把它实现吧，然后就选择回来了。就发现我们村庄附近很多这些草的一些资源比较丰富，然后也比较离家比较近，离我们养殖场比较近，然后就选择了养牛这个行业。从小都是在城市里面长大的，我只是养过猫，养过小狗，也没有养过这个大型动物。我觉得我已经学了很多了，就比如说给它打针呀、打吊瓶呀，都是自己在干。印象深刻的就是它生病跟接生吧，就是第一时间看到这么血腥的画面，然后对我的冲击还蛮大的。我那段时间一度的恐生。现在得心应手了吧，然后也学到一些比较有意思的一些科普知识吧，比如说这个牛它出生在它预产期前，那80%以上它是个女宝宝，如果是推迟了在预产期之后，那它一定是个男宝宝。它生完宝宝之后要给它煮一些红糖麦麸水，对，就是要伺候像人坐月子一样。看了一些兽医上面相关的一些书籍，然后一些短视频，反正学呗。然后附近也有一些散户，他们自己养了一年，可能也就5到10头，他们有牛快要生了，要接生。我说大叔，你一定要告诉我，你家牛生了要告诉我，我就现场去拍个视频回来自己学一学，看一看。我现在主要是有2个账号，一个账号呢是我个人的，就叫豪吉妹妹，然后这个账号呢就记录了我的一些养牛的日常。第二个就是我们现在做了一个账号，是叫山花青年，是我们合肥地区的4位青年组合在一起的一个组合。那我们4个人想做的呢，就是想把我们各自的一个产业介绍给大家。想做这个账号的初心，就是想让大家知道我们新农人每天都在做什么。我们也会跟大家分享我们的日常，比如说我们做的不好的地方，给一些新的想要入行的一些新农人一些避坑的一个经验吧。其实新农人他是2个新吧，一个是新旧的新。那我们新一代农人有一些必须要做一些创新的事情，比如说我们从短视频互联网端的这个端口去向大家介绍我们讲故事的这个环节。第2个新，我觉得是欣欣向荣的欣，就是我们要把自己的产业做得更兴旺的。像我同学他们就确实是，女生的话就是财会、运营、新媒体的这方面，然后男生的话可能大部分去读一些金融。我一开始我是不太愿意跟他们讲我在做什么，我会觉得我做农业好像是蛮丢脸的一件事情，就是觉得好像差别人一等了。我现在的想法就是，可能多一个人认识我，那他就有可能认识到我们的产品，就更有可能认识到我们长丰这个地方，有可能认识到了我们安徽，那就更有可能认识到我们当地的一些农特产。那我觉得可能一个人看到是一份希望，那如果很多人看到呢，那我觉得这个力量就比较大了。多一点人看到我，多一点曝光，就是对自己的产品、对自己的事业，包括对自己身边的一个新农人，我觉得也是一个鼓舞吧。